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肖战。大家印象中的肖战一定是一个温柔的、谦卑的、脾气很好的顶流男演员。实际通过他的声音所呈现的真实内心心境，不是如此。我能力的问题，想不想去做好，也是我态度的问题。我在高校从事播音教学10多年，见过上万种的声音，像肖战这样处理字的这种弧度和力量，这样的人太少了。今天我们就拆解肖战的声音密码，让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肖战。找自己的价值，就是非你不可的价值。你可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。肖战每个重音都是拧着出来的，我们正常人是这样敲着重音出来的，一般拧出来的，而且每个重音都拧的人，他得遇到超级多的阻力才会如此，而且是常年有阻力。我的天哪，那可是肖战啊，长成那么帅，应该横扫世界吧，还会有阻力，哪来的阻力呢？没有什么变化，自己的这个范围相对简单，然后相对单纯一点，变得沉稳，然后变得相对自我一点吧。这段采访里边，肖战所有的重音都是非常准确的。一般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受到情绪波动的情况下，重音是随着情绪走的，不太会按照逻辑走。但是肖战所有的重音全都是在逻辑点上，让对方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去剪切的、换气的。这个人他心思真的是心细如发，好像很难有女人能录得了他的法眼呢，因为他要求的太细致了，大女人肯定不行。来说什么是最完美的快乐？最完美的快乐，对，或者最完美的幸福。哦，天哪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打开回家的房门的那个。肖战是一个自我防卫型超级强的人，因为在女主持人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都是重复一下，或者是认可对方一下。这种人一般来讲就是先要控制对方，然后才能慢慢按照对方的思路去挑选性的回答问题。他很没有安全感，他超级需要这种归属感包裹的感觉，真像他所说的，他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回家打开房门的那一刻。所以他可能想要的是那种安安静静的，比较温柔贤惠的，能够静静聆听、默默守候的这样的家的感觉的人吧。肖战说话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会，比如说我们说从夏到秋是这样的一个过渡下来，他会说从夏到秋，他会突然下来。这种处理方式是极度的隐藏自我，非常的哀人。他很少把自己真实的情绪表露出来，一直都是很，怎么讲，可能他不是很适合这种外向性的工作，反而当演员的话去饰演别的角色会让他更舒适更自由一点。所以越贴近他真实生活的一面，他就把自己包裹的越强，越不想让人知道。这么看来，其实他好像很难很快的有一段奇妙的爱情，可能要很老的时候，有一只小白兔这样感觉的人走进他的内心，或者是多年后遥望当年某个老友给他安全感的人才有可能哦。下期大家想听谁的声音密码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票数比较多的我们就先拆。如果亚洲审美浓缩成3个字，中国是正，韩国是世，日本是贱，而肖战点救国木黑莲刚好长成了这3个字。先看肖战，很多人会觉得肖战帅是因五官精致，但如果只看五官，其实娱乐圈比他精致的人并不少。肖战真正符合中国审美的地方不是精致，而是一个字，正。什么叫正？中国几千年的审美其实一直在追求秩序感，故宫讲中轴线，书法讲横平竖直，甚至古人评价男人也很少说性感，而是说温润如玉，端方君子，仪表堂堂。
这些词背后其实都在讲同一个东西：稳定、克制、可信。而这种审美逻辑恰恰完整的体现在肖战脸上。从五官看，肖战的眼裂长度偏长，内姿暴露适中，外姿略微上扬，既有神采又不会产生攻击感，眉骨表现点靠外，高度刚好覆盖颧骨表现点，再加上浓度足够的剑眉，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中轴秩序感。中国审美特别喜欢眉目舒展，因为舒展意味着坦荡，意味着君子气，而不是心机感。再看轮廓，肖战的外轮廓属于偏窄的鹅蛋脸，内轮廓则接近钻石菱形结构。这种组合非常有意思，因为鹅蛋脸提供了东方审美最喜欢的流畅感，而钻石结构又提供了男性需要的骨相支撑，所以它既不会像日韩偶像那样过度柔和，也不会像欧美男模那样锋利外扩，始终维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。最关键的是亮感，肖战的鼻尖表现点适中，嘴唇偏薄，下庭亮感收得很干净，整张脸没有特别夸张的表现点，每个五官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谁都不详细。这其实特别符合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审美观：中庸，不是平庸，而是不过度、不失衡、不极端。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肖战，不是浓颜，不是建模脸，而是君子脸。中国人喜欢的帅哥，很多时候不是侵略性最强的人，而是让你觉得他很体面、很稳、很值得信任。从古代的潘安、宋玉到后来的翩翩公子，再到今天的肖战，审美形式在变，中国审美对于正的偏爱其实从来没变过。再看舔救国，如果肖战代表的是中国审美里的正，那舔救国代表的就是韩国审美里的士。韩国审美很少追求绝对的端庄，他们更喜欢一种扑面而来的存在感，因为韩国娱乐产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系统，从练习生到偶像出道，每个人都在争夺注意力，所以韩国审美特别看重动态吸引力，而舔救国几乎就是动态美学的天花板。决定动态美学最重要的两个区域，眼周和口周。先看眼周，它的眉骨发育其实不算特别突出，按理说这种骨骼条件配合内双，很容易出现上眼睑浮肿的问题，但它的软组织条件极强，上眼睑贴合度非常高，再加上清晰的卧蚕，让眼神同时具备少年感和攻击性，不做表情的时候是克制的，做表情的时候又极具感染力。再看口周，略高的颌面骨骼结构配合极高贴合度的口周平坦度，让情绪传递效率变得非常高，无论是笑、咬牙、发力还是舞台表演，面部肌肉都能迅速把情绪释放出来。所以舔救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是精致，而是能量。你会发现韩国顶流男性很多都带有一种共同特征，不是完美，而是鲜活。这其实和韩国近20年的审美风向高度一致。韩国男性审美一直在从花美男往男团型转变，早年的帅哥更强调漂亮，而今天的顶流更强调力量感、运动感和荷尔蒙。所以韩国人对体脂的容忍度反而更高，相比中国偏爱的清瘦感，韩国更喜欢的是恰到好处的肌肉量，因为肌肉本身就是生命力最直接的表达。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舔救国，不是精致，不是建模，而是蓬勃。他的脸让你想到的不是君子，而是少年狮子，随时准备奔跑、跳跃、爆发。而这也恰恰是韩国审美最迷恋的东西，强烈的存在感。再看慕黑莲，它代表的就是日本审美里的剑。日本审美很少追求绝对的冲击力，他们更喜欢一种没有说完的感觉。中国喜欢第一眼觉得端正，韩国喜欢第一眼觉得惊艳，而日本喜欢第2眼、第3眼甚至第10眼。这种审美逻辑背后其实来自日本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留白。他们相信真正高级的东西不应该一次性全部给你，而应该留下一部分空间让你慢慢感受。而这种审美刚好长在慕黑莲脸上，他的外轮廓几乎是标准的瓜子脸，但特别巧的是窄额头、窄颧弓、窄的下颌形成了极高的宽窄协调度，所以哪怕下颌收得很快，也不会给人局促感，反而会产生一种干净利落的少年气。再看五官，慕黑莲的鼻尖表现点偏下，第一眼就会把视觉重心向中心收拢，这种结构会天然放大清冷感。而唇部也非常有意思，明显的唇珠，清晰的大 M 线，但唇峰又不过分突出，尖线条很多却没有攻击性，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脸其实充满了细节，但这些细节不会像韩国偶像那样主动攻击你，而是藏在那里等着你自己发现。这恰恰特别像日本漫画里的男主角，第一眼可能不是最耀眼的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魅力会越来越强。所以慕黑莲最符合日本审美的地方，不是浓，不是饰，甚至不是精致，而是余韵。他的脸不会立刻征服你，却会让你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审美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，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正确的美。肖战、舔救国、慕黑莲放在一起完全不像，却都成为了各自国家的顶流。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只是五官，而是五官背后承载的文化。当你开始看懂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高级感从来不是统一模板，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。